欢迎订阅时事快线。我们每日提供最新资讯，以简明扼要的方式为您呈现全球重要资讯。每天10分钟，了解天下事。下边是详细内容。1. 叙利亚与以色列讨论安全协议。据加拿大广播公司报道，叙利亚新政府正与以色列就边境安全问题展开对话，双方寻求建立正式安全协议框架，这标志着两国关系可能出现历史性转折。此前，两国长期处于敌对状态，谈判涉及戈兰高地边境管控、武装组织活动限制以及人员往来等关键议题。叙利亚政局变化为这一对话创造了条件。自2011年内战爆发以来，叙利亚政府控制力大幅削弱，边境地区安全形势复杂。以色列多次对叙境内目标实施军事打击，主要针对伊朗支持的武装力量。新政府上台后，表达了与邻国改善关系的意愿，这与过去阿萨德政府的强硬立场形成鲜明对比。2. 俄罗斯无人机入侵后，北约盟国派遣战机加强波兰防空。据英国广播公司报道，俄罗斯无人机侵犯波兰领空后，北约多个成员国紧急派遣战斗机加强波兰东部边境防空力量。此次行动包括美国 F-16战机、德国台风战机等先进装备，旨在阻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波兰国防部确认已启动最高级别防空警戒，并与北约指挥部保持密切协调。这起事件发生在俄乌冲突持续背景下。自2022年2月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波兰作为乌克兰重要邻国和北约东翼前沿，多次遭受俄方无人机和导弹误击。相比冲突初期的被动应对，北约如今建立了快速反应机制，大幅缩短了军事支援响应时间，体现了集体防务承诺的具体落实。3.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研究人员创造了比人眼所能看到的电路还要小的微芯片。据有趣工程网报道，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研究团队成功开发出超越人眼可见极限的微型芯片，电路尺寸突破10微米界限，达到纳米级精度。该芯片采用先进的光刻技术和量子制造工艺，能够在极小空间内集成数千个晶体管。研究负责人表示，这项技术将为医疗植入设备、脑机接口等领域带来革命性突破。微芯片小型化一直是半导体行业的核心目标。从1971年英特尔4004处理器的10微米制程到现今台积电的3纳米技术，芯片制造不断挑战物理极限。然而，传统硅基芯片在2纳米以下面临量子效应干扰。约翰霍普金斯的新方法采用碳纳米管材料，相比过去纯硅方案，功耗降低 80%， 处理速度提升3倍，为后摩尔定律时代指明方向。4. 派拉蒙影业反对好莱坞抵制以色列电影制片人。据好莱坞报道者报道，派拉蒙影业公司正式发声明反对好莱坞部分人士抵制以色列电影制片人的行为，强调电影行业应保持开放包容态度。该公司 CEO 布莱恩·罗宾斯表示，创作合作不应受政治立场影响，派拉蒙将继续与全球优秀电影人合作。声明发布后，华纳兄弟、环球影业等多家主要制片厂表达了类似立场。这一争议源于以巴冲突升级后好莱坞内部分化。自2023年10月哈马斯袭击以色列以来，好莱坞部分艺人和制片人公开支持巴勒斯坦，呼吁抵制与以色列相关的电影项目。相比2014年加沙冲突时的低调处理，此次好莱坞主要制片厂选择明确表态，体现了娱乐产业在全球化背景下对政治中立原则的坚持，避免重蹈2003年反战电影票房惨败的覆辙。5. 美国、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和埃及提议苏丹停火并建立过渡政府。据节拍网报道，美国、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和埃及4国联合提出苏丹停火倡议，呼吁苏丹武装部队与快速支援部队立即停火，并启动过渡政府组建程序。提案包括72小时人道主义走廊、释放政治犯、恢复民用基础设施等具体措施。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表示，国际社会将提供20亿美元人道主义援助，支持苏丹政治重建进程。苏丹自2023年4月爆发内战以来，已造成超过 1.5 万人死亡，800万人流离失所。军方领导人布尔汉与快速支援部队司令达加洛争夺政权控制，
导致国家陷入严重人道主义危机。相比2019年巴希尔政权倒台后的和平过渡期，当前冲突规模和破坏程度前所未有。四国联合调解体现了地区大国对苏丹局势的深切关注，也反映了阿拉伯世界在解决地区冲突中的积极作用。6. 引力波探测证实了史蒂芬·霍金的黑洞面积定理。据西北大学新闻网报道，美国激光干涉引力波天文台 LIGO 和欧洲侍女座引力波探测器 Virgo 团队通过分析黑洞合并事件 GW150914的引力波数据，首次在观测上证实了史蒂芬·霍金提出的黑洞面积定理。研究显示，两个黑洞合并前的总面积为235000平方公里，合并后新黑洞面积增至367000平方公里，符合霍金理论预测。麻省理工学院物理学家卡汉博士表示，这一发现为广义相对论提供了迄今最严格的验证。霍金黑洞面积定理自1971年提出以来，一直缺乏直接观测证据。该定理指出，在任何物理过程中，黑洞事件世界的总面积只能增加或保持不变，永远不会减少。相比过去只能通过理论计算验证，引力波探测技术使科学家能够实时观测黑洞合并过程。2015年 ，LIGO 首次直接探测到引力波。2017年霍金去世前曾表示，这是他最希望看到的科学突破。此次验证不仅证实了霍金的天才洞察，也为黑洞热力学和量子引力理论研究开辟新路径。7. 俄罗斯新型导弹对伦敦和马德里构成威胁。据乌克兰广播公司报道，俄罗斯最新部署的萨尔马特洲际弹道导弹射程可达18000公里，足以威胁包括伦敦和马德里在内的欧洲主要城市。北约情报部门评估显示，该导弹配备多弹头分导技术，单枚可携带10到15个核弹头，突防能力显著增强。俄国防部长绍伊古宣布，已有12枚萨尔马特导弹进入战备状态，部署在西伯利亚地区发射井中。这一武器部署加剧了欧洲安全担忧。自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以来，俄罗斯多次进行核威慑，包括在白俄罗斯部署战术核武器、暂停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等举措。相比冷战时期的核对峙，当前危机具有更强的现实性和紧迫性。欧洲各国纷纷加强反导系统建设，德国重启核避难所计划，英国增加国防预算至 GDP 的 2.5%， 显示出对俄核威胁的高度警觉。8. 詹姆斯韦伯望远镜观测到巨大的原恒星喷出巨大的喷流。据玛莎布尔网报道，詹姆斯韦伯太空望远镜在距地球1600光年的猎户座星云中观测到一颗巨大原恒星产生长达10光年的壮观物质喷流。这颗编号为 HH211 的原恒星质量约为太阳的8倍，其双极喷流以每秒80公里速度向太空喷射，携带大量氢气和一氧化碳分子。天文学家利用韦伯望远镜的红外光谱仪捕捉到前所未见的细节图像，此次观测为恒星形成理论提供了重要实证。自1990年哈勃望远镜首次发现类似现象以来，天文学家一直试图解释原恒星喷流的形成机制。韦伯望远镜的红外观测能力比哈勃提升100倍，能够穿透星云尘埃，直达恒星诞生核心区域。相比过去只能观测到喷流外围结构，现在科学家能够详细分析喷流内部的温度、密度和化学成分分布，为理解恒星和行星系统形成提供关键线索。9. 波兰人因担心俄罗斯侵略而自愿参加军事训练。据乌克兰独立新闻社报道，越来越多的波兰平民主动报名参加军事训练课程，以应对潜在的俄罗斯威胁。波兰国防部数据显示，2024年参与领土防卫部队训练的志愿者人数较去年增长 150%， 达到35万人。训练内容包括步兵战术、城市作战、急救技能等实用军事知识。华沙、克拉科夫等主要城市的训练营地周末常常爆满，参训者年龄从18岁到60岁不等。这一现象反映了波兰民众对国家安全的深度担忧。自2022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波兰作为北约东翼前沿国家，多次遭受导弹碎片和无人机误击。相比冷战时期的被动防御态势，当前波兰政府采取主动防备策略，国防预算从 GDP 的 2% 提升至 4%。
成为北约成员国中军费占比最高的国家。民众自发军训热潮体现了全民皆兵理念的复兴，与芬兰、瑞典等北欧国家的全民防卫模式趋同。特朗普政府暂停全球艾滋病资金，影响全球患者护理和项目。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特朗普政府宣布暂停向全球抗击艾滋病、结核病和疟疾基金提供资金，直接影响全球超过2500万艾滋病患者的治疗项目。美国每年向该基金提供15亿美元，占其总预算的 30%。暂停决定将导致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700多个医疗项目面临资金短缺，预计50万患者可能中断抗病毒治疗。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对此表示强烈关切。这一政策调整延续了特朗普政府美国优先的外交理念。自2003年布什政府启动总统防治艾滋病紧急救援计划 PEPFAR 以来，美国一直是全球艾滋病防治的最大资助国，累计投入超过1000亿美元。相比奥巴马和拜登政府期间的资金持续增长，特朗普第二任期优先考虑国内议程。非政府组织警告，资金中断将使过去20年的防治成果面临倒退风险，全球艾滋病死亡率可能重新上升。美国商务部对俄罗斯、中国、印度和土耳其的公司实施出口管制。据乌克兰广播公司报道，美国商务部宣布对涉及违反出口管制法规的俄罗斯、中国、印度和土耳其等国134家公司实施新制裁，禁止向这些实体出口美国技术和产品。制裁清单包括向俄罗斯提供军用电子元件的中国企业、参与无人机制造的印度公司以及协助规避制裁的土耳其中介机构。商务部长雷蒙多强调，任何支持俄罗斯军事行动的第三国企业都将面临严厉后果。这轮制裁体现了美国对俄制裁网络的不断扩大。自2022年2月俄乌冲突爆发以来，美国已对超过4000家俄罗斯相关实体实施制裁，涉及能源、金融、科技等多个领域。相比初期主要针对俄罗斯本土企业，现在制裁范围扩展至帮助俄罗斯规避制裁的第三国公司。印度和土耳其虽与美国保持盟友关系，但部分企业因商业利益参与对俄贸易，显示制裁执行的复杂性和国际合作的挑战性。中国计划建立黄岩岛自然保护区，寻求美国对菲律宾的支持。据德国之声报道，中国政府宣布计划在南海黄岩岛建立海洋自然保护区，声称此举旨在保护该地区的珊瑚礁生态系统和海洋生物多样性。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保护区将限制渔业活动和海洋开发，符合国际环保标准。与此同时，菲律宾政府强烈抗议这一单方面行动。总统马克思 JRB 呼吁美国提供更多支持，以维护菲律宾在该海域的主权声索。黄岩岛争议由来已久，成为南海紧张局势的焦点之一。自2012年中菲黄岩岛对峙事件以来，中国实际控制该岛礁，菲律宾渔民被禁止进入传统作业区域。相比过去纯粹的主权宣示，中国此次以环保名义设立保护区，体现了策略调整。2016年海牙仲裁庭虽然支持菲律宾立场，但中国拒绝承认裁决。美菲防务合作加强背景下，该争议可能进一步升级为中美战略竞争的新焦点。特朗普提议北约石油禁运和中国关税以结束乌克兰战争。据欧洲政治网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通过对俄罗斯实施全面石油禁运和对中国征收额外关税来迫使俄乌冲突结束的新方案。该计划要求北约成员国停止购买俄罗斯石油和天然气，同时对向俄罗斯提供军事装备和技术的中国企业征收 60% 惩罚性关税。特朗普在与欧盟领导人通话中表示，这一经济施压策略将在90天内迫使普京回到谈判桌。德国总理舒尔茨对能源禁运表示谨慎态度，这一提议反映了特朗普政府解决乌克兰危机的新思路。自2022年冲突爆发以来，西方制裁主要集中在金融和技术领域，能源制裁相对有限。欧盟虽然承诺2027年前停止进口俄罗斯化石燃料，但德国等国仍依赖俄气。相比拜登政府的军事援助策略，特朗普更偏向经济手段施压。
然而，全面能源禁运可能推高全球油价，影响欧洲经济复苏，同时中美贸易战升级也将冲击全球供应链稳定。14. 以色列加强对加沙城的轰炸，数千人流离失所。据英国广播公司报道，以色列国防军大幅加强对加沙城北部地区的空中轰炸行动，过去24小时内实施超过150次空袭，导致至少73名巴勒斯坦人死亡，8000多名平民被迫离开家园。以军发言人哈加里少将表示，此轮行动旨在清除哈马斯在该地区的军事基础设施和隧道网络。加沙卫生部门称，当地医院已接近饱和，急需国际人道主义援助。联合国近东救济工程处警告，平民伤亡急剧上升。这轮轰炸标志着以巴冲突再次升级。自2023年10月7日哈马斯发动突袭以来，加沙地带已有超过 4.5 万人死亡，其中2/3为妇女和儿童。相比2014年和2021年的加沙冲突，此次军事行动规模更大，持续时间更长。以色列此前主要针对加沙南部地区，现在将打击重点转向北部，表明军事目标从反击转向彻底摧毁哈马斯军事能力。国际社会呼吁立即停火，但以色列表示将继续军事行动直至实现战略目标。15. 欧盟提议使用冻结的俄罗斯资产资助乌克兰。据乌克兰广播公司报道，欧盟委员会正式提议动用冻结的俄罗斯央行资产收益来资助乌克兰重建，预计每年可筹集约30亿欧元资金。欧盟外交政策负责人博雷利表示，这些资金将优先用于乌克兰能源基础设施修复、军事装备采购和战后经济重建项目。目前，欧盟已冻结俄罗斯央行资产约2100亿欧元，主要存放在比利时欧洲清算银行。该提案需要欧盟27个成员国一致通过才能生效。这一创新融资机制凸显了西方对乌支持的制度化趋势。自2022年冲突爆发以来，欧盟已向乌克兰提供超过880亿欧元援助，包括军事、人道主义和财政支持。相比美国国会经常就援乌预算产生分歧，欧盟此次利用俄资产收益的做法，既规避了成员国预算压力，又符合国际法框架。然而，俄罗斯警告将采取报复措施，冻结西方在俄资产。法律专家指出，动用主权资产存在先例风险，可能影响未来国际金融体系稳定。16. 加州立法者通过人工智能安全法案，要求大公司透明化。据科技博客网报道，加州立法机构通过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人工智能安全法案 SB 1001，要求训练成本超过1亿美元的大型 AI 模型开发商必须公开模型架构、训练数据来源和安全测试结果。法案规定 AI 公司需向加州司法部长提交年度透明度报告，说明模型可能的偏见、误用风险和缓解措施。谷歌、微软、OpenAI 等科技巨头将成为首批受监管对象。州长纽森预计将在30天内签署该法案。这项立法开创了美国 AI 监管的先河。自 ChatGPT 于2022年11月发布以来， AI 技术快速发展，引发社会广泛关注，包括就业冲击、隐私泄露、算法歧视等问题。相比联邦层面的监管空白，加州率先行动，体现了州政府在新技术治理中的积极作用。欧盟人工智能法案已于2024年3月生效，中国也在制定相关法规。加州作为全球科技中心，其监管标准可能成为其他州和国家的参考模板，推动建立全球 AI 治理框架。17. 美国将23家中国公司列入贸易黑名单。据自由时报报道，美国商务部宣布将23家中国公司和机构列入实体清单贸易黑名单，指控这些企业参与支持中国军方现代化建设或涉及侵犯新疆人权活动。被制裁名单包括多家半导体制造商、人工智能公司和生物技术企业，其中包括知名的海康威视子公司和几家新疆地区企业。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表示，这些措施旨在防止美国技术被用于损害国家安全和人权的目的。中国商务部对此表示强烈反对。此次制裁延续了美中科技脱钩的长期趋势。自2018年中美贸易战爆发以来，美国已将超过600家中国企业列入各类制裁清单，涉及电信、人工智能、生物技术等战略性行业。
相比特朗普第一任期主要针对华为、中兴等通信企业，现在制裁范围扩展至芯片设计、量子计算、生物制药等前沿科技领域。拜登政府虽然在贸易关税上有所缓和，但在技术封锁方面态度更加强硬，体现了两党在对华科技竞争问题上的共识。18. 最高法院要求房地产改革以保护购房者。据印度斯坦时报报道，印度最高法院下令政府在6个月内制定全面房地产改革方案，以加强对购房者权益的保护。法院指出，房地产开发商延期交房、质量问题和违约纠纷频发，现有监管框架存在严重漏洞。首席大法官钱德拉丘德要求建立统一的监管机构，设立购房者赔偿基金，并强制开发商在项目开工前预存30%资金作为履约保证金。此前，德里高等法院收到超过15000起购房纠纷案件，这一司法介入反映了印度房地产市场的深层问题。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印度房地产业快速扩张，但监管滞后导致开发商违约事件频发。2016年房地产监管法虽然建立了基本框架，但执行效果有限。相比中国的预售资金监管和新加坡的建筑缺陷保险制度，印度购房者保护机制相对薄弱。最高法院的强制性要求可能推动建立更严格的行业标准，但也面临开发商资金链紧张和地方政府执行不力的挑战。19. 丹麦购买欧洲防空系统以加强国家安全。据法兰克福汇报报道，丹麦国防部宣布将投资150亿丹麦克朗采购欧洲制造的先进防空导弹系统，以应对日益严峻的安全威胁。该系统包括德国制造的 IRIS-TS-LM 中程防空导弹和法国的 SAMP-T 远程防空系统，预计2026年前完成部署。丹麦国防大臣波尔森强调，此举旨在加强北约北翼防务能力，应对来自俄罗斯的潜在威胁。丹麦将成为继德国、挪威后第3个装备该系统的北欧国家。这一军购决定体现了北欧国家安全策略的重大调整。长期以来，丹麦依赖集体安全机制，本土防空能力相对薄弱。自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以来，丹麦国防预算从 GDP 的4% 提升至 2.4%， 军事投入大幅增加。相比过去主要依赖美制装备，此次选择欧洲产品体现了欧洲战略自主的趋势。芬兰和瑞典加入北约后，丹麦作为波罗的海战略通道的重要性进一步凸显。防空系统升级对维护北约东翼安全具有重要意义。20. 美国将中国公司列入出口管制名单，中国发起芯片调查予以反击。据联合新闻网报道，继美国商务部将140多家中国企业列入出口管制清单后，中国商务部宣布对美国半导体产业发起反垄断调查，重点审查英伟达、高通、英特尔等芯片巨头在华商业行为。中国当局指控这些公司利用市场优势地位限制竞争，损害中国企业合法权益。此次调查可能导致巨额罚款或业务限制措施。美国半导体行业协会对此表示担忧，称这将进一步加剧两国科技脱钩趋势，这标志着中美科技战进入相互报复的新阶段。自2018年以来，美国通过实体清单、投资限制等手段遏制中国科技发展，中国多以外交抗议回应。相比过去的被动应对，此次主动发起反垄断调查显示，中国开始运用本土市场优势进行反制。美国芯片企业在华营收占比高达30%到60%，面临巨大市场风险。然而，专家警告，相互制裁可能导致全球半导体供应链进一步分化，最终损害两国乃至全球科技创新能力。新闻日日更，世界在手中。今天的时事快线就到这里啦，有想法的朋友，我们评论区聊聊，明天见。